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的频道是人生赢家，一个希望大家能够赚越来越多钱的频道。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股市里人生与杠杆、智慧和勇气的话题。主题内容非常精彩，汇集了凯恩斯、彼得、林奇、本杰明、格雷厄姆、约瑟夫、奈、马丁 ·J· 惠特曼等经济界大佬的智慧。他们有的现在仍然叱咤风云，有的经历了31次牛市、30次熊市、20次经济衰退以及大萧条时期，仍然屹立巅峰。对了，不要忘了收藏和点赞哟。好了，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股市智慧与勇气的故事。在股市中，我们总是对市场专家的知识和判断能力肃然起敬。然而，凯恩斯提醒我们，相比一般投资者，这些专家并没有过多的优势，他们只是在预测某一投资品的收益能力上略微领先一步而已。他们更关注的是股票受群众心理影响，在未来的3个月或1年内能够价值多少钱，而并非股票的真正价值。智力的较量并非在于预测股票未来几年的投资回报，这种较量也并不能给职业投资者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他们只是相互之间的竞争。参与者也不必真正相信墨守成规在长期来看具备合理依据。从事职业投资有点像在玩一种转圈抢凳子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胜利者是那些在适当时机叫停的人，或在音乐停止之前确保占有座位的人。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形式有点像参加选美竞赛，参与者需要从100张照片中选择出最美的6张，而选择的6张照片要尽可能接近大多数参与者选择的那6张照片。每个参与者所要挑选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认为最美的照片，而是他们设想其他参与者会选择的照片。所有的参与者都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导致选择并非基于个人判断力来选出最美的照片，甚至也不是基于真正的平均判断力来选出最美的照片，而是利用我们的智慧来猜测普遍认为最美的照片。凯恩斯去世时，他的净资产达到了41万1000英镑，而在1920年，他的投资组合仅价值16315英镑。这意味着凯恩斯获得了13%的复利年收益率，在经历了严重通胀1929到1932年和1937到1938年的2次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实属不易。到了30年代，凯恩斯拥有了新的投资哲学，他坚持要牢牢守住精心挑选的几只股票，他称之为自己的宠物。他认为在股市下跌时，投资者应该购买而不是出售，对于廉价货的发现，比屈服于大众的恐慌情绪更加理性。然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行动的领域，胜利、安全和成功总是属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当你发现有人同意你的观点时，也许是时候改变你的主意了。根据我的经验，当我能够说服保险公司董事会购买某只股票时，往往就是应该卖掉该股票的时候了。事实上，我更愿意进行一项我对其有足够信心做出判断的投资，而不是投资于我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10种证券。1942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同时确保安全第一和获利。所有股票都会有涨有跌，所以安全第一策略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实现了安全第一，利润就会随之而来。如果一只股票具备安全、优质和低估的特点，其价格势必会上涨。公众并非傻瓜，他们清楚逆势而行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逆向投资与见识无关，而与是否能够承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极度恐惧有关。基于真正的长期预期进行投资，在今天来说实在是太困难，几乎没有可能实现。试图这样做的人，要比那些试图以超过大众平均精度来猜测大众行为的人花费更多的精力，而且还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在智力相同的情况下，前者可能犯下更多灾难性的错误。目前还没有充足的经验数据证明，对社会有益的投资也是利润最大的投资。要战胜时间和消除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所需要的智慧超过了起跑枪响前的智慧。
并且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性总是追求迅速致富，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回报总是要打折扣，才能使其在现在有实际价值。从彼得林奇到格雷厄姆，投资要有点理智。彼得林奇不建议仅仅因为你喜欢逛某家商店或者你爱吃某种食物，就去投资他们的股票。你可以列入研究清单，但这不是购买该公司股票的充分理由。在充分研究一家公司的盈利前景、财务状况、竞争地位和发展计划之前，不要轻率地购买他们的股票。投机是合法的，但并不能让大多数人的银行账户变得丰厚。有些投机是必要的，因为股票市场总是存在盈利和亏损的机会，风险就得有人来承担。理性投机和投资是可以并存的。格雷厄姆补充说，存在着许多明显不明智的、糟糕的投机行为，比如从事投机却以为自己在进行投资，以认真而非娱乐的态度投机却没有相关知识和技能，进行的投机金额超出了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避免损失的4个正确做法：了解你所参与的事情，了解你所投资的企业。除非你能全面监督其表现，或者你有非常强烈的理由依赖其品性和能力，否则不要让他人经营你的事业。不要轻率交易，也就是不要从事制造或购买商品的生意，除非经过周全考虑认为该生意具备合理的盈利机会。特别要避免盈利有限却可能遭受巨大亏损的生意。必须有勇气运用知识和经验。如果你根据事实做出结论，如果你确定自己的判断可靠，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即使其他人的观点不同或有怀疑。格雷厄姆提供了2个重要启示：第一，股市经常错得离谱，明智而勇敢的投资者偶尔也能从明显错误中获利；第二，大多数企业会随着时间改变特性和品质，有时转好，但大多数时候转差。成功的投资生涯并不需要出众的智商、非凡的经济眼光或内部消息，唯一需要的是具备合理决策的知识构架，以及能够避免情绪破坏这种决策框架的能力。投资环境的变化就像大海江河的流动，难以预测，但遵循合理的投资原则将会带来稳定的投资结果。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它将持续发展。我们的理论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